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影片开始之前点击订阅，你就不会错过新影片的通知了。今天我们来到了德国第5大城市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以便与位于德国东部的奥德河畔法兰克福 （Frankfurt an der Oder） 相区别。德国乃至欧洲重要工商业、金融和交通中心，位于德国西部的黑森州境内，处在莱茵河中部支流美因河的下游。法兰克福拥有欧洲最大的航空枢纽及铁路枢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机场和航空运输枢纽之一。这是法兰克福主教堂，是旅行团或是自由行必定参访的一个景点之一。此教堂位于罗马广场附近，是一座红砖高耸的建筑，非常容易认。这间咖啡馆位于在主教堂隔壁的一栋建筑。我到法兰克福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家的甜品，有各式各样的蛋糕甜品。我最爱的 Frankfurter Kranz 非常棒，外面有烤坚果，里面有浓密的蛋糕和奶油，还有一点红色的果酱。建筑的内部是木结构外墙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天花板，拥有经典的咖啡馆外观，气氛很好，大家来到不妨可以试一试。这罗马广场是法兰克福老城的中心，位于美因河以北，也是就是正厅的所在地。广场正中央的正义女神雕像，面对着是正厅，昂然而立，手持天秤与剑，俨然成为这个城市的精神象征。顺着罗马广场走到莱茵河畔，就看到了著名的铁桥。这一座桥梁是修建于1868年，长170米，宽5.4米，是法兰克福的地标。我们沿河散步，看着挂满锁又满是涂鸦的铁桥，桥下游船穿梭，与两岸的历史建筑相辉映。美因河是莱茵河的一条支流，也是法兰克福的母亲河。在看影片的你，想不想亲身到此处，欣赏美因河和城市天际线的迷人景色呀？铁桥上面挂满了象征爱情誓言的同心锁。下一站，我们出发去美因茨去喽。车程约1小时就能到美因茨了。美因茨是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这里每年2月，美因茨、科隆与杜塞尔多夫的狂欢节最为盛大。不可否认，美因茨老城风景如画，拥有色彩缤纷的建筑、楠木结构的店面和鹅卵石街道。红色的城市观光小火车就停靠在美因茨剧院旁。古腾贝格是在欧洲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印刷术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喷泉位于美因茨市中心的郊区，这是美因茨市的典型代表。离开这城区后，我们沿着路标来到了这间位于美因茨最高山丘上的史蒂芬教堂，为大主教 Willigis 于西元990年始建。主体建筑采哥德式设计的教堂。夏卡尔为史提芬教堂创作的9面彩绘玻璃，题材来自旧约圣经故事。教堂内的玻璃全采用蓝色调，让教堂内气氛更为平静。参观完后，我们准备去吃午餐。这家餐厅的地理位置很好，面朝广场和大教堂，无论做室内室外都一样赞。这间餐厅的菜色属于欧洲新派菜系。我们非常喜欢这里的食物与环境，谢谢我们的好朋友邀请我们到美因茨，还当了我们的私人导游。吃完午餐后，我们到对面的大教堂参观。这座大教堂具有历史以及艺术上的双重重要意义，是基督教信仰在欧洲产生的杰作。教堂非常雄伟华丽，内部众多历届大主教的雕塑甚为精美。
教堂是美因茨的主要地标之一。大教堂的内饰是以前统治选举王子大主教的华丽匾额和墓葬。建筑采罗曼式风格，沉稳平衡。教堂供奉多尔的圣马尔定，东侧唱经楼供奉圣斯德旺。如果来参观的时候刚好遇到做礼拜，还可以听到圣歌及管风琴的演奏。参观完，我们去了这家甜品店，买了冰淇淋，沿着莱茵河散步。时间差不多，我们往科布伦茨出发吧。从美因茨到科布伦茨车程约1小时半。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的交汇处是鼎鼎大名的德国之角，这里坐落着全德国最美丽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4座丘陵和葡萄园形成了环绕科布伦茨的独特风景。在13世纪的时候，由于德国骑士团的到来而获得了此名。德国之角是科布伦茨市的必到景点，是德国统一的象征，政治意义大于景观。从这里可以搭缆车去到位于莱茵河另外一侧的皇宫。广场上威廉一世的青铜雕像只剩剪影，高高耸立。雕像立于1897年，总高37米，其中骑马像高14米。北边的摩泽尔河与东面的莱茵河在此交汇，在历史上曾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其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逃到德意志诸邦的法国贵族，以科布伦茨为中心，进行各种复辟的政治军事策划。游客可以爬上建筑的第1层，静听交汇浪淘。如果想要看到两河交汇的全景，建议可以走上纪念碑的观光台，否则很难拍出全貌。随后，我们到了山上吃晚餐，点了一份炒面和烤鸭子，鸭子味道确实很不错。在夕阳西下吃晚餐，有没有很浪漫？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谢谢你把影片看完，我们下影片见，拜拜。订阅